好，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马上母亲节就要到了啊！去年我们的母亲节专题视频收到了不错的反馈，今年有小伙伴在各个平台私信我们啊，小白马上母亲节了啊，有什么手机是值得给妈妈购买的呢？所以我们又马不停蹄的整理了一下，感觉每年都可以做这个专题啊。正片开始之前呢，还是3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本期出现的所有机型都是根据我们的数据库还有我们的日常体验得出来的主观推荐结果。第二个就是价格，我们都以官方价格为主啊。当你看到视频的时候，价格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大家着重看机型。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啊，在这些价位段呢，如果你有更好的机型推荐，或者说有自己的意见啊，非常建议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但如果你有激烈建议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搞错了，大家兼听则明。不过那天母亲节专题推荐马上开始。首先是1000到2000元价位，我们在挑选机器上还是尽量要新一些啊。Redmi 的 K40S 在这个价位段上配置算是比较均衡的，红外 NFC 也比较齐全，67瓦充电速度也 OK。如果妈妈晚上忘记充电啊，出门前充一会儿差不多就够用了啊。但是如果比较喜欢拍照的话，这台机在影像方面就很一般了啊。差不多价位的还有 Realme GT Neo 2，相对来说电池容量更大一些，续航表现会更好。Realme 排出的色彩呢会更加偏鲜艳一些啊。当然妈妈们可能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直接发朋友圈就没啥问题了啊。如果你觉得这2台机的价格还是稍微超出了一些你的预算，可以考虑一下 iQOO 的 Z5， 配备了5000毫安时的电池，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排名第一。不过44瓦的充电相比于前2台手机要慢一些啊，也是塑料的机身。价格如果再低点的话啊，比如说红米的 Note 11和 Realme 的 Q3S 啊，这俩其实都挺不错的。2款手机配备的都是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妈妈们无需担心续航。6加128G 的版本，某东官方价格啊，目前都在1300元以内，性价比这俩机还挺高的。第二个是2000到3000元档位，首先是 Redmi K50啊，2399的价格配备5000毫安时的电池啊，数据库的极限续航测试关机榜单啊也排到了前5名。如果妈们非常轻度使用的话，感觉2天充一次电也是可以的。屏幕方面 2K 加上 DC 调光啊，基础参数也不错。DC 调光在使用过程中呢不容易让眼睛疲劳，不过红米在拍照方面啊一般般啊。8200的处理器今年表现也确实不错。如果妈们比较喜欢拍照啊，拍点花花草草啊，拍些风景，iQOO Neo 6在这个价位段的拍照还不错啊。之前我们做过横屏啊，这个80瓦的充电10分钟充入38%，完全充满也仅36分钟。骁龙8的极限性能可能用不上啊，但是综合配置来说，这台机也算比较水桶了。但是啊 ，Android OS 的系统的学习成本相对来说确实更高一些。长辈们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品牌机型的话，第一次使用可能适应时间较长。如果之前使用的是华为荣耀系的机器啊，这个在父母那一辈儿啊占有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机器可选择性确实比较少，可以切换到荣耀60啊778G 啊，确实低了一些。不过对于长辈来说，学习成本比较低，更适合有品牌习惯的长辈但是同价位里边这机性价比确实不高。如果你觉得前面几个啊外观都太硬朗了，小米 CV1S 啊也是刚刚发布的166克啊，真的非常轻薄。这机器它是比较倾向于自拍的手机但是轻薄也有牺牲啊，性能方面也相对较差啊，778G Plus 啊，比较适合非常轻度的手机用户。3000到4000元档位段，这是国产旗舰的主力出货区间了。首先是 vivo 的 X80啊，作为蓝厂的新一代旗舰机，主观觉得它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屏幕分辨率 1080P， 而且外观 ID 方面跟 Pro 的大哥也几乎都一样啊。建议9000的版本啊，同样拍照是非常不错。OPPO 这边呢是 Find X3啊，整体的质感还 OK， 而且也比较轻薄。870处理器哪怕放到今年来看的话也不落伍啊，而且不算是缺点。在去年的母亲节专题中呢，有一些小伙伴提到了曲面屏这个问题，而且曲面屏贴起膜来确实比较麻烦不喜欢曲面屏的话 Realme 的 GT Neo 2直屏的啊，可以考虑一下，189克的重量也比较轻薄。最后一个档位4000元以上，我们就全部都给概括了因为到这儿各家品牌的大旗舰都比较水桶了，没什么太大短板。有趣的是，之前我们一次做调研，采访了一位婶婶，她说除了华为的，其他的都不用。在给长辈的换机过程中，强烈建议大家注意一下品牌延续性，长辈们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确实相对较低，尽量选择与旧手机同一个品牌，确实能够大大减少他们的使用成本。尤其是安卓和苹果之间的切换啊，需要格外注意。华为在这个价位段，我们主观推荐的就是 P50 Pro 了。如果你还可以买到 Mate 40 Pro 啊，尤其是5G 版本，那更 OK。苹果的 iPhone 12呢，在今年依旧是不错的选择，系统稳定性非常好啊。A14 放在今年的处理器里依然是非常强的存在，但这手机续航一般，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续航测试就升了57%如果比较在意续航的话，可以看一下 iPhone 13。
小米这边呢，12 Pro 是一款各方面比较均衡的水桶旗舰，但是主观觉得影像方面在这个价位段表现相对一般。如果你之前用的是蓝厂的手机啊，X80 Pro 影像确实不错啊，我们之前做过专题视频，妈们如果喜欢拍照啊是可以的啊。GNV 的主摄确实表现还 OK， 但目前体验上录像还有一些小 bug， 感觉不时会抽动那么一下。上面出现的这些机型呢，基本上我们都对他们做过比较详细的测评，或者说数据库已经更新了啊，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我们频道内过往的视频啊，或者说去小白测评的数据库小程序查看相关数据的各种性能、续航方面的表现。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生活便利，远隔千里你都可以视频通话，告诉爸爸妈妈们你在外边过得很好。这个当然啊，父亲母亲也都会在挂电话之前嘱咐你天气变化啊，注意增减衣物，或者说嘱咐你一定要吃好的、喝好的。你感觉反反复复，每次都是这么几句话，但就是这些简单的话语建立起了亲情的连接，哪怕你们许久未见，哪怕你们远隔千里啊，依然是非常暖心的。视频到这儿，我估计看到最后的应该没有太多人，但是我们还是要发起一个小挑战或者说小互动吧。妈妈收到你的礼物肯定非常开心，但是不管有没有礼物，如果她能接到你的一通电话，应该会更开心啊！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可以马上拿起手机给自己的妈妈拨通一个电话啊，问候一句啊，说一句妈妈辛苦了。大家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扣一下1，咱们来看一下这期视频能够收获多少1，就收获了多少啊打给妈妈的电话。OK 啊，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的这个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关注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